我每一次参加奇葩说报的态度，衡量这个题目的立场，并不是截然划分黑白两边，选择一边，而是倾向于思考多往哪边靠近一点，我会更喜欢这个世界。这是我采用的一个简单的标准。前一阵子有一出讲唐朝的连续剧，剧中的女性人物，她们的衣服穿的有露出了一些胸口的部位，后来被指责之后呢，他们就用某一些方式修饰掉，让这些部位不那么明显的出现在画面上。这件事表示什么事情？就是拍摄的人跟看的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中间已经产生了落差。曾经被认为丢脸的事情，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其实没有那么丢脸的时候，我们对那些本来可以施加压力的对象，我们就施加不了那个压力了。所以我们想一下，面子这个东西曾经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曾经压迫到某一些人吗？比方说叫守寡的人一辈子的守寡来换取一座贞节牌坊，那很有面子吧？整个村子会放鞭炮庆祝的。这些得到贞节牌坊的人，他会指着那些守寡之后又改嫁的人说：“你们是臭不要脸的女人。”而那个贞节牌坊代表是什么？是一段枯萎的生命，是一个压抑自我的过程。考最后一名跟面子有关吗？真的有关。没有爸爸妈妈会好意思跟别的小孩说：“哎，我跟你讲，我很高兴啊，我儿子考到最后一名。”没有，每个爸爸妈妈都跟说：“我跟你讲，我儿子考到第一名。”啊，第一名你高兴，那最后一名也是名啊，怎么不高兴了呢？有人考到第一名，就有人考到那个最后一名。那个最后一名那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就是没有脸的日子。所以，脸面这个东西是一道又一道加到我们身上来，其实不必要的枷锁。我觉得臭不要脸常常是一个过程。很多人在我们眼中的臭不要脸，是正处于他在生存的边缘挣扎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四肢健全的人在路边当乞丐，在乞讨，你不知道他当下的处境是什么，可是大部分的人会说，年纪轻轻、四肢健全，不站起来赚点钱养活自己，却有脸在路边乞讨，真是臭不要脸。这个评价很方便、很轻易，可是它很不人性，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什么处境当中。我觉得“臭不要脸”这4个字对我来讲最大的压力是，我们太容易把它当武器丢向对方，而我们不察觉那个对对方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如果有机会松动面子这个标准的话，我愿意松动它。我希望借由今天的讨论，让面子这个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轻一点，这是我的立场。然后我完全尊重对方辩友所说的，如果你失去了道德的标准，你生产有毒的食物，你乱抢别人的钱，那些都不可以允许，那是文明崩坏的起源，那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那叫做做坏事就是坏事。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还要不要让脸面这件事情继续束缚我们的人生？我建议我们可以减轻的时候，我们就减轻这个枷锁吧。康永哥说完，42对58，小松结案。我就回答一下康永哥的问题吧。束缚是动力，束缚就是人类向前前进的重大的动力。人类为什么要穿更好看的衣服？那你说那干嘛呀？还要什么设计师啊？是吧？都挣脱吧，这就是束缚啊，是吧？头发弄成那样束缚，完全就是束缚。皆欲坤手桑户裸行，有这样的人啊。魏晋时期有名士，但是魏晋名士只是我们人类中间极少数人，大多数人要根据一个我们大家设计好的气氛推动你向前进，人类才有了今天，人类才有了蒸汽机，才有了电，才有了后来的一切，就是因为我们要面子，我们要向前走。我们不是天生说我们解开束缚就不要脸了吧？我们不是人人都是艺术家、魏晋名士，人类就是靠这个束缚推动的。我说完了，我是高逼格的叔叔矮大紧。哎，不对，我是高逼格的叔叔高晓松。我是高血脂他大爷爱卖马。我是高个子跟我没有关系的奇葩议员蔡康永。耶，该你了。
你们都很高啊。一定要高。那我呢，就是高原反应的赵又廷。为什么有这么帅的人口才又这么好？口才好不可以长得帅吗？什么意思啊？我得罪你了。你这样针对高晓松，我就不高兴。我觉得台湾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啊，出帅哥，出美女。然后我们查了查赵又廷的这个资料，令尊大人是一个演员，对，在之前是歌手。他就是一个 triple threat， 就是他是歌手、主持人，也是演员。他本身是演艺中人，然后他对您的家庭教育会是什么样？他非常的开放，从来没有限定说我一定要干嘛。但是妈妈是有严禁我说不要进演艺圈的。那后来你进了演艺圈成功了，可是你又娶一个明星，他对于你还要在家里面再增加一个明星这件事情，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已经就是麻痹了，就是怎么讲，破罐破摔，破罐破摔，破罐破摔。哎，那你跟圆圆一起吃饭的时候，通常粉丝是先注意到圆圆，还是先注意到你？绝对是圆。那会叫你拿照相机帮忙拍吗？会啊，对，哎，你帮我拍一张，来。哦，好，对。他们会礼貌性的说：“哦，那你也来一张吗？”对，还要说一下，要不你也来一张吧？如果你坚持的话。不过你这样其实已经很好了。你像小松老师跟别人一人照完相以后，一般都说：“哎呀，我给小松老师照一相，照一相以后，哇，脸那么大。”反正我经常听，就最经常听两句话，就是如果我特别和蔼的照相，就是没那么胖啊；如果特别急，正干什么，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如果跟您照相的人偶尔甩下一句不中听的话，您会怎么办？我会说：“哦，我看看。”然后他手机拿过来，我就把它删掉，就走掉啊。这么狠？为什么不把手机直接拿走呢？对呀，不是，咱们今天什么节目来着？哦，对，对，好这个要感谢我们2位赞助商，一个是有100种穿法让你穿出时尚的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有范儿，谢谢。还有谢谢国际扛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谢谢古力多。我们进入今天的辩题。好，从小老师就教育要配得上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称号，凡事礼让3分的姿态最重要。但是也有臭不要脸的人，功劳不是他的也要抢，机会没他的份儿也要争，总是把别人的容忍当做自己不要脸的资本，背地暗算蛮不讲理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靠着一招臭不要脸吃遍天下无人能敌。可是现实没那么柔软，竞争永远残酷激烈，拍客户马屁没人愿意，还不都是为了提升点业绩，一买单就装醉，其实是在给爸妈省生活费。谁的生活也不容易，别站在道德高地伪装圣母，维护可怜的尊严没1毛钱实际意义。别人拉不下脸放不下身段，我可以，这难道不是一种拼搏付出和努力吗？我的生活靠我自己改变。所以臭不要脸是坏事吗？感谢喝了就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废话就像头皮屑，消灭就用海飞丝和快到让你飞起来的 vivo 手机的大力支持。哦，好阴险的题目啊！我想问一下又廷，嘿，臭不要脸这个词儿你肯定明白，你跟圆圆生活在一起，她北京话那么好，他跟赵又廷在一起会用到这个字吗？对我刚冷汗冒了一下。女生撒娇的时候，经常北京女生经常什么臭不要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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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对他做什么，他才会冒出这4个字来？就臭不要脸嘛。对，它是北京的惯用语。全国都可以这样讲。只是北京的是有一种可能是撒娇，但是在全国都是你真的就不要是脸，骂人。对，是骂人的。对，他如果在火车上被人家骂了，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可是火车进了北京之后，他就啊，我被称赞了没有？他也不会，只有高圆圆跟赵又廷之间说才可以。对，只要2个正常的人都是骂你的。所以
我们不知道它的准确边界在哪儿，我们就按照它在大家心里面也许并不完全一致的边界去理解这句话，反而给选手更大的一个空间，好不好？哎，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正反方开始。第一阶段新咖试炼战，本阶段共6场比赛，每场比赛两队将由1名老奇葩带领3名新奇葩进行对抗，每场获胜队累计10万康乐基金。赛段结束后，全队共同投票淘汰本队3位新奇葩，每队余下12人进入下一阶段。5、4、3、2、1。我来先说烟云，你说话特别走心，就是很能让人听进去。烟云他会走的是比较走心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比较柔情。我也是很柔情的那种，会走那种。那我觉得我们会说，柔情。哎，你对薇薇姐的了解，你觉得她会说些什么？所以我很好奇，因为这么正能量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马薇会怎么说。我的打法应该还是会挺黑暗小宇宙的。我们真正拥有黑暗小宇宙的人，就是无论多么就是正能量的持方，我们都能显得它像一个黑洞。我特别喜欢这个比例。哇哦！首先，这个比例悬殊并不大，对，就说明大家对同样一个词有不见得完全一致的理解。是的，或者说，即便你是同一个意思，我们也愿意更多的从平均的角度或两面去看它，多好。这完全是我很难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以发自拍、变态自拍为那个臭不要脸这个的标志的，结果我还得辩说臭不要脸是个坏事，得否定你自己。对呀，我得否定，天天这还发不发自拍以后。你的自拍没有不要脸，你的自拍全部都是你的脸，特别要脸。我每次发完自拍，下面的评论有一半都是说，我是告诉那脸他不要我了。正反方我们已经选出了，然后我们让男神选一个，你觉得以你的理解？我觉得臭不要脸不是坏事，所以我应该选的是反方，对吧？好，对，把你的立场保留住，然后一会儿帮反方去立论。正方一辩是谁？来，加菲。双方的一辩，你们最重要出来是要破题的呀。你们在干什么？所以我试图把你们两个都从这场辩论当中剪掉。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个人可以剪掉吗？这是我挑的吗？这是我，这他妈是我挑的。谢谢刚才反方的这位发言，下面反方继续吧。哦，反方来了一位，也许是正方的，我们听听。就是这样，为了解放大家的手指，后期自觉加快进。总而言之，就是这样。从二辩开始，重新立论，进入我们的辩论，可以吗？好，正方二辩开始。哎，我很感谢对方今天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丢掉面子不是臭不要脸。那什么是臭不要脸呢？丢掉羞耻心才是臭不要脸。你说不要讲违法的事情，那我们来讲讲江湖规矩。怎么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说是江湖规矩。你借钱不还，就是破坏了江湖规矩。今天你可以撕破脸说我不要这个规矩 ，OK， 那别人也可以不要规矩来伤害你。今天你借钱不还是吧？我派人打你，打到你生活不能自理。于是所有人臭不要脸的程度啊，都开始比拼。我们都登峰造极了之后，我们就退回了原始的丛林世界。这是怎样一个世界？是比比看谁的拳头更硬。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我们所有人其实都不会是一座孤岛，我们都是我们父母的儿女，我们未来儿女的父母，我们朋友的朋友，同事的同事，其实我们的脸也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集体荣誉的。现在很多人说中国游客素质真差，这所有中国游客素质都差吗？不是。但如果有一个人跑到卢浮宫的柱子上写
马东到此一游，一定不是我，一定不是你。但是媒体一报道，大家都觉得，咦，中国的游客真是臭不要脸呢。我们所有人都跟着蒙羞，包括你和我。谢谢。正方58掰了10票，然后反方2辩。刚才呢，对方讲的东西，基本上你们的臭不要脸还是在干违法的事情。违法的事情我们不要做。如果说你说我这事不违法，但会让我自己被人家揍，那是你违法，不是我违法。你应该有更高的气度去处理我的臭不要脸。你用违法方式，那你就错了。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臭不要脸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定义当中，臭不要脸就是拿你的面子去交易的过程，去交易一个你认为更重要的东西。各位。你们觉得重要的东西，基本上它的价值是要看市场来决定的。大家觉得它面子是重要的，它才是重要的。你觉得这个面子是重要的，别人说不定觉得没什么啊。各位，我讲一下，既然康永哥在这个地方，我讲一下，上一回我离康永哥这么近，是我当康熙来了助理主持人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我当过，别忘记这件事。我当康熙来助理主持人第一次的时候呢，停掉是有原因。当然了，当然了，不要赖到我身上，我才当过几次而已。我就是来测测看奇葩说的八字硬不硬。基本上，哎呀，马东大人都能保证保证，这个人被淘汰了啊！等一下，送客。我当这个康熙来了助理主持人第一次呢，我要扮女装，我要戴假发，我要化大浓妆穿裙子。我不排斥任何的表演，但是我的爸爸在金融圈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怕让他蒙羞。来拿沙发来给他坐。金融圈的人赞助一般的综艺节目。这个。哎呀！把那个赵又廷那张沙发搬过去给他。不好意思。这边想要在奇葩说待几集呢？哎，你鞋在哪儿开了？我先。各位想，奇葩说的八字硬不硬不重要，令尊大人的命硬最重要。各位，金融圈就是个小圈子，你不要指望我爸有多少钱。但是哦，那算了，把他鞋带给拉开。要地上就别拉开。刚才提到的是说呢，我怕我爸会蒙羞，所以我在前往制作单位跟他回复说我要不要去当这一集的助理主持人的时候，我在路上打了个电话，我问我爸，我要去康熙来了当助理主持人，但是我要扮女装，我怕你会不舒服。结果我爸回答我，侯平啊。我觉得这就是你的职业，你的表演，你的工作，我完全尊重你，我不会觉得有什么。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觉得丢脸的事情，在别人的眼中很有可能是没什么的。如果你为了一个没有什么的事情去做无谓的坚持，那你不是太可笑了吗？不止可笑，还可怜。我们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即使别人觉得有什么的，觉得丢脸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演变，它也有可能变得没什么。举例来说，以前女子死了老公改嫁，我们会说这个人臭不要脸。像潇潇这样子堂堂5尺之上的男子汉，穿着裙子在外面大摇大摆，我们会说他臭不要脸。像是甜甜姐，怎么了？她拼事业不拼家庭，拒绝相夫教子，决定在外面当个女强人。以前会说她臭不要脸。像大王以前年轻的时候倒追潇潇，我们会说他臭不要脸。是坏事吗？不是，顶多坏在品味。对，说的对。脸要丢在刀口上。值得的事物，我们就把脸丢下去。我告诉各位，没有我们这样子踹底线，没有我们这样去尝试社会的极限，我们怎么知道社会可以进步到什么程度？在奇葩说之前，没有人这样念广告的。从此之后，赞助商如雪片般的飞来。也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不能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以后还要涨价呢。你这个，了解，如头皮屑一般的飞来。对，我宁肯干了海飞丝。
所以，我们为了社会的进步，不断在尝试底线。我们是为你开疆辟土的人，勇于臭不要脸，就是勇于开疆辟土。你们可以选择当一个 follower， 跟在我们开疆辟土的后面。刚刚讲了个英文吗 ？follow， 对对 ，FOLLO 呀，跟随者。跟随者 get 到。你们选择当一个跟随者，算了 ，follower， 选择当一个 follower， 跟在我们的身后。但是当我们臭不要脸地开疆辟土时，请不要指责我们说这是坏事，因为请你们在往更美好的未来迈进的同时，抱着感恩的心，踏上我们用脸皮为你铺成的康庄大道。这是真正的立论，反方84票。你要知道，这里面有87个人现在是你的 follower。follow me。正方王彦云，其实对方刚刚讲了那么多，其实大家都只在讲2个观点。第一是讲的所有的都是小事，我们要脸皮厚一点，好让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嘛，对不对？就拿刚刚王伟贤举的那个例子，追女生要厚脸皮一点可以，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追女生追不到，却到处去散播那个女生的谣言，那才叫做臭不要脸。这是第一，臭不要脸的真正的概念。第二点，谈到交易，我承认臭不要脸之后，这个利一定会存在。但是这个利到底有多少，足不足够抵过它背后的巨大的损失？是不是那个你拿到这个利益之后，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束了 ？OK，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说到苏子子的事情，那我今天还是想作为一个当事人来说的话，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吧，来我们来谈论一下这个事情。可能我今天站在这里讲这番话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我第一次面对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这个事情真正的害处在哪里。OK。开始说这个事情之前，我想先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去做人体模特儿，当然是为了利啊，我想要钱呢。因为在大一的时候我很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穷哦，我物质上说是对贫穷到我交学费交不起，我怎么去发传单给人去刷碗都交不上这个学费，交不上这个生活费，精神上也是贫穷的。我贫穷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大笔钱砸到我的头上，我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回学校读书啊。但是我是一个大一的女生哎，我是一个刚刚满18岁、刚刚步入社会的女生哎，我没有办法。OK， 我想了个什么办法呢？我去找那些网站上面给的一些薪资很高的信息，我不断的给这些信息给发简历信。后来我收到了这个当人体模特的机会。我是学美术的呀，我觉得人体模特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在我心里面，这就是一个给学生在教室里面拍摄的一个工具嘛，对不对？这是我以为的。但是呢，我进入那个影棚的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发现，人家跟我说的是一个摄影师拍摄，但是来了20多个人，一进去就傻了。这是第一个危险的信号。第二个危险的信号是什么？是拍着拍着，感觉那个人在我身边散开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拍一些不知道是哪些不该拍的角度。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不舒服了，但是我依然没有说。为什么？因为我要钱呢，我就要那个利益啊，我要那500块啊，我要上学啊，对不对？我就想要这个嘛。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当我感觉到有危险的时候，我依然把底线放低的时候，结果就是人家拍到了之后，在我1年多之后自己过得比较稳定一点，能够去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一场自己的人生当中第一场艺术展哎，我抱着满怀的希望去的时候，感觉我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我要冒头的时候，那些人他就把当年拍的照片发上网了呀，然后他就可以笑着说：“你苏子子是个什么做艺术的？你不就是个出来卖的吗？”这就是原话。代价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这个利益我拿到了，我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可是我需要面对的结果是什么？是我一直到今天我站在这里，镜头上只要一出现我的脸，就会有人说：“嘿嘿，我跟你讲，我告诉你这个女人以前拍过什么。”我们有时候讲脸面是什么东西哦，它不仅仅是一个给外人看的东西，
它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格和尊严的一个保护伞。当我们一旦跨过了那个底线，只要跨过哪怕一步、一时一刻的一步，别人就会抓住你跨过底线的那一瞬间，来千千万万次、日日夜夜的去辱骂你、去消费你、去意淫你。这就是结果。但这个结果我该担吗？我认，因为我当时就是为了那个钱呢，我就认了。为什么？我这么几年的时间，不停地跟自己说我要渡过来，我在无论怎么样的泥潭里面，我要站起来，因为我要捡起我属于一个创作者我真正的尊严，因为我要脸。谢谢大家，加油加油！我有纸巾，我递个纸巾，不好意思。哇，多好的男生啊！这边哎，你也想要纸巾吗？范姐姐也哭了。来，离近一点。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好了，天天来，你拿个棍儿抽擦一下。耶！谢谢烟云，烟云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个故事，又证明了他的立场。现在票数是46比54，啊，刚才是87比13。好，现在反方下一位是谁呀？哇，这烟云这个人比你深沉多了。对，我也是，就是想走很感性的路线。你是感性还是性感？你说清楚。都可以。那就是感吧。我觉得烟云说的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就是我们在这个追寻梦想的这个道路上，真的很多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刚刚烟云他讲他很后悔，但是呢，我特别不后悔，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梦想的道路上，自己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时间啊，或者说精力、才华等等。但我呢，就是每个见到我的导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会跟我说，这个花旦一球，女丑难得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我变成了女丑。我每一天都是在做很多臭不要脸的事情。黄豪平扮女装，真的不算什么。我记得我以前在一个节目里面扮演过一个什么呢？一个穿着紫色紧身衣，从头裹到脚，就露出这么多脸，还画了一个大红唇的蜘蛛精。我还以为演葡萄呢。这个衣服真的是很廉价，跟我们这个没法相比。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每天的工作啊是什么？就是要捧着一捧大蒜，然后站在角落里一直啃大蒜。然后呢，我们节目里面会有那个挑战选手来挑战。当挑战选手挑战失败的话，嘿，就到我上场的时候了。我就要捧着这个大蒜上去，开始啃，然后跟他说：“哈哈哈哈！你挑战失败了，就要得到我最清新的口气。”这是什么节目啊？这是一个大蒜企业赞助的。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挑战的选手觉得不服气，因为我这样熏了他嘛。大蒜味也是挺刺激的。他如果不服气的话，就会把我的大蒜给抢走，然后就会来追逐我、扑倒我，然后把那个大蒜嚼，啪，再吐在我的脸上，是大蒜喷在我的脸上。我那个时候每天就是从头到脚都只有蒜味儿。我每天就是啃完大蒜，我嘴角全是烂的，全是血。我也是个本分人家养出来的好女孩，是不是？很难回答这句话。我怎么觉得你在为什么他落泪我笑啊？替我方说事儿呢？就是你记得你是谐星哎。我没有纸巾了。没有纸巾包一包也是可以的。对，他自己会干掉，没有关系。他其实演这一出就为了要你的纸巾。这节目听起来挺刺激的。你看那个特别嗨，而且甜甜哭的。每一个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听不到这种故事，听到这种就对，是，对我那个时候也就是真的背后的故事太多，没有你们笑得这么开心。你们怎么了？没事，我自己也太多了，这种要吃点大蒜。两个女人，虽然说我心里面午夜梦回的时候，我心里会有一点难过，但是我不会后悔，我还是会坚持下去。因为我每天晚上我发泄的方式是什么？我就会躲在那个廉价的宾馆，躲在我的被窝里写日记。我告诉自己，我有梦想啊，我要坚持，我要坚强，我要红，我要成为 super star。
我知道甜甜为什么哭，就是每一个在镜头面前可以这种臭不要脸的艺人，他的心里都有很多自己的辛酸史，包括黄豪平、甜甜姐。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坚持我们的臭不要脸，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有比脸面、有比尊严还要闪亮、还要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梦想。试想一下，如果说我不这么臭不要脸的话，我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从我的小山村来到大北京，我靠什么去维持我的生活？我靠我的臭不要脸。我靠什么站在舞台上？我靠我的臭不要脸。说实话，如果说不是我这样子，我可能早就已经回老家了。我爸在我老家卖猪饲料卖的特别好，啊，卖什么？卖什么？猪饲料。我爸一直跟我说，你要是撑不下去，你就回去给我卖猪饲料得了。但是我不行，这不是我想要的。因为他们台湾人不知道，四川是猪饲料对这方面养猪最好的地方。哦。因为这样也可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当然。但是就是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这个臭不要脸这东西特别好。因为当我就是靠着这个东西在一步一步朝我的梦想迈进的时候，你们却告诉我臭不要脸是件坏事儿，那我靠什么撑下去呀？我站在这里，我觉得我特别的感动和骄傲，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些世界上所谓的那些很幸运的人。当然有很多他幸运儿，他不需要靠自己放下尊严、放下脸面，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我不是王思聪嘛，我也没有那么有钱的爹可以拼嘛。那我能拼的是什么？是我的尊严，是我的脸面。我可以在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靠着这些慢慢的朝我的梦想靠近。你们可能会问我的梦想是什么？它有这么伟大吗？真的很伟大。因为在6年前，我得过一个奖，叫做《康熙来了》接班人。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康熙接班人，所以我臭不要脸的拿着我的奖杯来到了奇葩说，找到了康永哥。你看，我现在不就是朝我的梦想又进了一步吗？他每靠近他的梦想一步，我就觉得我靠近我的噩梦一步。那我退远点儿。那个大王啊，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为了梦想，你为什么没有去跟制片人、导演睡觉？他们不要。如果有人要的，那总得是个有力量的人吧？我说就是导演、制片人能帮你的，你干吗？我是觉得这个睡出来没有意义啊。为什么没有意义？我什么都没干，我怎么就红了呢？你说你什么都没干的意思是你感觉到，即使扮演丑角、吃大蒜、去熏别人，你还是做了一些在节目里面有效果的事情。因为你认为这是有尊严的事情，这是技能，对，那是不要脸的事情。是的，对吗？我是觉得臭不要脸，我可以做那些不要尊严、不要脸面的事儿，但是不管我怎么臭不要脸，我都是有底线的。哎，这就是我们要问你的问题。对，所以我想说的是，演艺的事情全是技能。是你不能说卓别林臭不要脸，那是喜剧大师；你不能说周星驰臭不要脸，弄自己一脸这个，那是喜剧大师。这些东西你可以叫它解放天性也好，你叫它一种训练来的技能也好，这不是臭不要脸。小松跟我的队员聊了，那我可以跟他的队员聊一下。随便挑一个，没关系啊。找软的捏。我跟王烟云聊一下哈，就是烟云，你有想过为什么你能够站在奇葩说的舞台上吗？你当初在海选的时候入选的原因，你知道苏子子这个事情的经历，让我们看待你的时候，其实是把你看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而不只是一个靠着你的口才来我们的海选应征的人。所以，虽然那个你不喜欢的照片继续流传在网络上，它在你的人生中依然发挥着负面的作用。可是这个故事让别人看待你的时候，带有了一个你原本所没有的厚度，所以它不全然是毁灭性的负面的材料，它也带给了你一些你后来完成别的梦想的基础。看谁大谁小吧，是。对，我只是提醒，我倒不是要跟你辩论，就是很多事情过多几年看的时候，会了解到它除了坏的部分，它也带来了一些好的部分。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大王之后，现在是65比35。好，正方马薇薇。其实，烟云和大王，他们两个分别都代表了我们生活中两种不同的窘境。我们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路上，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要对生活做出某种意义的妥协。所以你会发现，你们的整个立论都脱离了我们日常对于臭不要脸的认知。你在号召大家有勇气，适当的时候懂得低头，做人要勇于突破自己。废话，用你们说是个人都知道了。而真正的臭不要脸为什么是一件坏事儿，就在于它是为了攫取自己的利益，没有带动任何行业哦，而且是一点小便宜。什么意思？没事插个队，你说这引领了排队的新潮流，听起来不像啊，对吧？小孩尿急了，对吧？妈妈直接把着他在地铁上撒泡尿，你说这引领了人类如厕的新方式，拓宽了我们对厕所领域的认知，感觉也不是很有啊。你们说违法的事不讲，错，世界上有大恶有小恶，而臭不要脸是恶的最低级形式。你们不仅恶，而且 low 还蠢。对，而千里之堤始于小恶。会怎么了？我是说，感觉哪里不对。会意一些，来，那也是。好，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一点点的破坏社会潜规则，而实际上并没有违法的事情，随地吐痰啦，插队啦，随地便秘啦。随地便秘，我天！在医学上有随时便秘这个事儿，不能叫随地啊，或者叫永久性便秘都没有关系。马老师，它是时态的问题。马老师，还是你有生活呀？好，你们觉得这都是小事儿是吗？其实不是，它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坍塌。你有没有想过，你臭不要脸占来的便宜是从谁那儿得来的？是那些要脸的人那儿得来的。你插队，你插的是谁的队？人家已经排成一队了。如果大家都随意的这么站着，我看你往哪儿插，对不对？往哪儿插？哎呀，你们怎么那么黄啊？你们！哎，这个我要批评你们，这个尤其是康永哥率先扑哧一笑。我没，因为我领悟随地便秘。我脑子没调整好，我上一秒还在想说怎么随地便秘的，后来就随便你往哪儿插，我就想说解决了便秘的问题吧。我男生一来你们就给我捣乱，我今天打的特别好的表现啊。好。在网络化的现代，我们很容易把一些褒义词亲昵的用在自己的身边人身上。比如说，小两口打情骂俏的时候会说“你个臭不要脸的”，闺蜜们互相会说“你个小婊子”，这些都可以，这是语言的多元化应用，这叫反词正用，以示亲昵。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有一些词当它成为一种行为被普及开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践行它的时候，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就会不存在。我们都要做人，我经常强调独立，可是再独立的人，它来自人类这个词。谢谢。Nice。
好煽情！今天你男神在，你简直煽气逼人。不玩了。啊，那个，哎呦，小静特别是装可爱。来，首先我们先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犯法的行为，今天要不要讨论？他们说一定要讨论，不过请你们稍微想一下，难道我们今天的意思是我反方，我们必须要论证犯法不是坏事吗？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犯法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臭不要脸的范围内，否则就又很奇怪了。那这样抢银行把脸包起来的时候，他到底是要脸还是不要脸呢？啊，这个好。所以我们讨论的臭不要脸，主要是在生活层面。犯法犯纪不用管，你要脸不要脸的犯法，通通都犯法。生活层面，再来，他们所提到的很多生活层面之所以是坏事，主要是因为它伤害人，而不是因为它丢脸。懂我意思吧？你去插队，你伤害了别人的权益，这是坏事。你有没有丢脸的插队？你蒙着面插队也不行。观念先要分清楚，什么叫脸？都听过国王的新衣这个故事有没有听过？那个国王抬头挺胸，不用这个音乐。哇，国王管的还真宽啊！你不用配乐。哇，国王抬头挺胸，光着屁股展现在国民面前的时候，丢不丢脸？丢脸，丢脸。可是仔细想想这个故事，他为什么丢脸？都是因为大家怕丢脸。从侍卫到大臣到国王，都怕别人发现原来只有我看不见这个布料，一个一个往上传。结果呢，围着那个空无一物的纺织机上赞叹：布料好啊，漂亮啊。然后他的侍卫的佞臣手捧着一个虚无，走到国王跟前：陛下，华丽的服装啊！陛下在那边试衣服，对呀，挺合身呢。什么是那个新衣？就是脸，它华丽而空无一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见着了，都见不着。所有人都怕告诉别人我见不到啊。他穿着，他体面，对不对？他以为自己穿了东西。小孩子不能懂这个什么意思，他不能懂这个什么叫做面子的虚妄，所以小孩子只能从这个故事里收割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叫做哈哈，他没穿衣服。不，这故事没那么简单，那是一个虚妄而体面的华服。各位国王啊，你们这辈子难道没有见过这件衣服吗？你们身上难道没有穿到一件你以为人人都看得见，其实人人都见不着的衣服吗？你难道不曾穿着这种所谓体面的华服在别人面前走，觉得自己有穿吗？对不对？你们都有这种经验，所谓尊严、面子、矜持，乃至对方讲社会礼教。有人告诉你他吃人不吐骨头，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我小时候听过一句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屈能伸什么意思？有些家伙能伸不能屈。听过西楚霸王的故事吧？他能伸，他得意啊，立马山西气盖世啊，谁打得赢他？对不对？兵败到了乌江，怎么办呢？你打输了，人家说那你退回去吧，对面还有人呢，可以帮你啊。他说不行，无颜见江东父老，自杀就死了。他死在哪里你知道吗？不死在他的剑下，死在他那一身华服里。他那一身华服里，后代人怎么说？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从来未可知啊。他的对手刘邦很明显呐，你要哼我，把我老爸给煮了，分我一碗羹啊。他不穿华服，他是赢家。可是很妙的是，来，你们在意的面子，你们在意的面子写在哪里？写在历史书里。历史书写在哪里？赢家来写。最后赢家写完了之后，他要转头过来，
慈眉善目的教导大家要守分寸，要顾面子。为什么？你不能成为下一个赢家。厉害！来，今天这场辩论不谈违法的事，我们谈生活标准的事，而这就是我们所告诉你的那件华服的意思。你要不要穿？你要不要看？你看到了吗？谢谢。好，谢谢，到这儿吧。正方小松，然后康永，然后再回到小松。好，这个我中间有一点急了啊，就是对方连续的鼓吹厚黑学，以及项羽，你只是念了一首说项羽不对，但是有更多的千百万首诗是在歌颂项羽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多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说的那个胜利者写历史的那个人司马迁，他是汉朝的史官，刘家的史官。整个《史记》里写的最精彩的一章，就是《项羽本纪》。《项羽本纪》不但是一个历史，而且是文学上的伟大篇章。大家都讲了很多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小故事。有一年我看中央电视台，每年这个毕业季考上大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说啊，这些贫困学生有没有人认捐？我看到一个四川省的一个小姑娘，家里真的很惨，爸爸这个下煤矿背断了腰，妈妈也瘫痪在床，一点钱没有，说报考了浙大，然后我就打电话，因为我利用一个我跟央视关系比较好的，我就说你制片人，你把电话给我吧，我打给小女孩，我说我出你的钱，你要考浙大，然后你考上的时候你告诉我，我立刻把钱汇给你。啊，这个学费生活我都出头好。有一天我正在录音，他打来电话说：“你好，叔叔，我考上浙大了。”我就特别高兴，我说：“那就给钱吧，给我账号。”他说：“不是的，叔叔，我告诉你我考上浙大是为了让你安心，但是已经有一个宁波的叔叔已经捐助了我，所以我只是向你报喜，我并没有向你要钱。”我当时都傻了，我说：“可是你家里那么穷，你多要一份钱，你给你爸爸治个病。”是吧？我也没说这钱你用来干嘛，啊，他家里因为爸爸治病欠很多钱，他跟我说了一段话，我自己特别感动。他说：“人一次不要脸，就会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所以一次都不能不要脸。不要脸这件事儿是很容易习惯的。最开始一个姑娘去到酒店里，她说：“我绝不出台。”我就只是卖笑而已，那可是3杯两下，他看到姐妹们走了，挣了比他多的钱，最后他说：“哎呦，那我也去吧。”这个不要脸说起来容易，你为了交换一点什么，你说我可以，但是什么时候是头呢？你怎么计算你这个脸？你这个脸就会越来越廉价，因为人一定会越来越不要脸，越来越拿自己的脸不当脸。啊，所以你们说的这个完全是个理想型的状态，说我这脸有一固定价值，每次到了这个价钱卖掉这个脸，不是的，最后你为了1分钱都要卖掉这个脸，最后没人给你钱，你自己已经不要脸了，你成为了一个真的不要脸的人，不是那么简单。人不是一个机器，说输进一个梦想，它就会一直在那，人会逐渐失落到这个梦想。为什么美国有 lost generation？他失去了那些东西，他变得越来越不 decent。美国曾经70年代、80年代出现过那么大的一个潮流，那最终大家为什么还能回来？因为人类是要脸的，人是要 decent， 那最终还是这个国家能回来。啊，中国也一样，其实哪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不能不要脸，更不要说臭不要脸。就大家。张勇哥，我每一次参加《奇葩说》，抱的态度，衡量这个题目的立场，并不是截然划分黑白两边，选择一边，而是倾向于思考，多往哪边靠近一点，我会更喜欢这个世界。这是我采用的一个简单的标准。前一阵子有一出讲唐朝的连续剧，剧中的女性人物，她们的衣服穿的有露出了一些胸口的部位，
后来被指责之后呢，他们就用某一些方式修饰掉，让这些部位不那么明显的出现在画面上。这件事表示什么事情？就是拍摄的人跟看的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中间已经产生了落差。曾经被认为丢脸的事情，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其实没有那么丢脸的时候，我们对那些本来可以施加压力的对象，我们就施加不了那个压力了。所以我们想一下，面子这个东西曾经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曾经压迫到某一些人吗？比方说叫守寡的人一辈子的守寡来换取一座贞节牌坊，那很有面子吧？整个村子会放鞭炮庆祝的。这些得到贞节牌坊的人，他会指着那些守寡之后又改嫁的人说：“你们是臭不要脸的女人。”而那个贞节牌坊代表是什么？是一段枯萎的生命，是一个压抑自我的过程。考最后一名跟面子有关吗？真的有关。没有爸爸妈妈会好意思跟别的小孩说：“哎，我跟你讲，我很高兴啊，我儿子考了最后一名。”没有，每个爸爸妈妈都跟说：“我跟你讲，我儿子考了第1名。”啊，第1名你高兴，那最后一名也是名啊，怎么不高兴了呢？有人考到第1名，就有人考到那个最后一名。那个最后一名那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就是没有脸的日子。所以，脸面这个东西是一道又一道加到我们身上来，其实不必要的枷锁。我觉得臭不要脸常常是一个过程。很多人在我们眼中的臭不要脸，是正处于他在生存的边缘挣扎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四肢健全的人在路边当乞丐，在乞讨，你不知道他当下的处境是什么，可是大部分的人会说，年纪轻轻、四肢健全，不站起来赚点钱养活自己，却有脸在路边乞讨，真是臭不要脸。这个评价很方便、很轻易，可是它很不人性，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什么处境当中。我觉得“臭不要脸”这4个字对我来讲最大的压力是，我们太容易把它当武器丢向对方，而我们不察觉那个对对方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如果有机会松动面子这个标准的话，我愿意松动它。我希望借由今天的讨论，让面子这个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轻一点，这是我的立场。然后我完全尊重对方辩友所说的，如果你失去了道德的标准，你生产有毒的食物，你乱抢别人的钱，那些都不可以允许，那是文明崩坏的起源，那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那叫做做坏事就是坏事。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还要不要让脸面这件事情继续束缚我们的人生？我建议我们可以减轻的时候，我们就减轻这个枷锁吧。康永哥说完，42对58，小松结案。我就回答一下康永哥的问题吧。束缚是动力，束缚就是人类向前前进的重大的动力。人类为什么要穿更好看的衣服？那你说那干嘛呀？还要什么设计师啊？是吧？都挣脱吧，这就是束缚啊，是吧？头发弄成那样束缚，完全就是束缚。皆欲坤守桑户裸行，有这样的人啊。魏晋时期有名士，但是魏晋名士只是我们人类中间极少数人，大多数人要根据一个我们大家设计好的气氛推动你向前进，人类才有了今天，人类才有了蒸汽机，才有了电，才有了后来的一切，就是因为我们要面子，我们要向前走。我们不是天生说我们解开束缚就不要脸了吧？我们不是人人都是艺术家、魏晋名士，人类就是靠这个束缚推动的。我说完了，哎呀，我觉得他们两边力量都太强大。来，各位观众醒一醒啊！记住，这是一场辩论。回到辩论本身，你会被谁的说法更说动？所以，臭不要脸是不是坏事？正方红键，反方蓝键，请按键。3、2、1，停留在这儿。我们一会儿再看最终的结果。现在你结案陈词。哇，我觉得两边都非常有道理，真的。我之前一直100%站在臭不要脸不是坏事这样的一个观点上，但今天我确实看到了另外一面，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但是呢，还是没动摇我，就可能还是属于这边，因为
大家讲都很严肃，因为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对吧？我讲一个轻松一点的好了，就是我觉得臭不要脸这个东西绝对没有升华到一个比如说无耻啊或者那样子的一个阶段一个事情，它确实是一个生活上的小东西。我爸呢，没有这个。我不敢说他那个，对我爸没有那个什么的话，就没有今天的我，就这么简单。他跟我妈，拍话剧的时候认识，然后就认定我妈就说，我一定要娶这个女人，她太好了。然后，但她当时是一个条件非常不好，就是空有一身外表，然后机智幽默。我妈那时候是，怎么讲，就是身边有很多追求者，所以我爸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因为那些人也都是条件好，对我妈也都非常真心、非常好的人。所以我妈就是接到人家吃饭的约会啊或什么的，她就下了班就要去约会，就发现我爸骑着他那个小摩托车守在他那个办公室的门口这样等着。他说下班了吃饭啊，我妈说不行，我跟人家有约了。他说男的女的？男的，我送你去。哇，脸皮好厚啊！送他去吃完饭送你回家。哎呦，你说这个我太佩服我爸了，是真名士自风流啊，真厉害。然后你说我妈被逼到什么一个局面？当然最后就得嫁了嘛，对吧？所以在你的婚姻当中，你从这段经历里学到了什么呢？我学到了，当你知道你可以提供给你另外一半他这一生等待的幸福的时候，你就不择手段的去守护他。好厉害！我一再提醒，这是一场辩论。我们今天的题目叫“臭不要脸是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德化的题目，对吗？那么，如果是道德话题，站在我们所谓公众道德一方的人，一定会用更多的道德力量去堵住对方的路，不让他走，因为这是我辩论的手段。但是站在反方的人，一定会用更多的自由和包容去让你反省。左派支持不要脸，右派支持一定得要脸。到底什么是我们讨论的道德？这个世界上可能最不靠谱的，也许就是随着时间会变化的道德观。你们承认吗？虽然大家都很年轻，但是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有太多道德标准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这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才是奇葩说的意义。就是如果你只看到了这面的国徽，没有看到了那边代表1块钱的话，你不拥有这枚硬币，你不拥有这1块钱。一定要听到这两面的意见，时刻要知道，没有道德，我们的社会会有问题，因为没有规矩。但如果我们的道德永远不去变化，或者不去接受反思的话，我们一样会陷入很大的麻烦。所以不应该有结论，它只是一场辩论。当然了，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来看一看结果，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之所以奇葩说每一场会有结果，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赞助商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谢谢雅哈咖啡，谢谢我们赞助商快到让你飞起来的 vivo 手机，谢谢。谢谢，废话就像头皮屑，消灭你就用海飞丝的海飞丝，谢谢。来看看结果，正方9票获胜，承让。好，正方将获得由伊利古利多燕麦牛奶提供的10万元国际长乐基金，正方获胜。耶！这个10写的简体字啊，万写的繁体字，这是谁写的呀？好，这是奇葩说第1场的结束，但是6场结束之后，我们将从两边的新奇葩当中各淘汰3人，所以下面将是非常残酷的、血腥的场面。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男神溅一身血，尤其是不想留给他这种残酷的回忆，因为他身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你知道吧？我知道。你回家会怎么说呢？我不告诉你。谢谢佑廷来参加奇葩说，谢谢佑廷，回去多多美颜，我们期待你太太光临，拜拜。本环节老奇葩不参与淘汰，每队9位新奇葩，只有6人能晋级下一环节。现在
大锦队和肉松队每一位新老奇葩以及队长手里面都有一张空白的卡片，到底谁能够晋级，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请现在写下名字，新奇葩自己也写，每一个人都写。秋晨，你可以收整个这边的票，有2个冠军去唱票。张哲耀、李挺、梁凡、燕云。因为淘汰制是全体投票啊，我觉得很感谢这个设计解放来导致。有100种方法让你穿出范儿的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播出的《奇葩说》第3季，现在进入到了第1个环节和第2个环节之间的这个台阶上，在这个台阶，双方各有3位新奇葩离开现场，然后其他人进入到下一环节。下一环节之后，甚至会有老奇葩黯然神伤的离开现场，这不就是生活的一种写照嘛，是吧？所以我们来首先宣布大锦队晋级的是李林、罗淼、孙颖玉、王嫣云、石泰明，最后一个严江汉。现在是肉松队了。肉松队晋级的6位是李挺、黄浩平、史航、董静、大王，最后一个晋级的是